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本讲最主要的内容之一——基尔霍夫电流定律，简称 KCL。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表示。一种方式说，对于任何一个节点来讲，流出这个节点的电流的代数之和始终是0。当然，也可以是流入，这二者是一致的。那好，对于这个节点来讲，如果说我们用流出的代数之和为0来列写，将得到怎样的方程呢？对于 I1 来讲是流入，所以流出是负 I1，I2 是流出正 I2，I3 是流入负 I3，I4 是流出正 I4 等于0。这就是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在这个节点的明确表示。我们可以把这个式子进行一下改写，那就是 I1 加上 I3 等于 I2 加上 I4。大家观察这个式子，你能总结出怎样的经验吗？非常好，那就是对于一个节点来说，流入该节点的电流之和等于流出该节点的电流之和。这两种方式都是正确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练习。对于这道题来讲，有一些电流已经给出，我们现在需要求出 I1 和 I2。好，我们现在先来看这个节点。很显然应该是7加 I1 等于4，那于是 I1 等于负3。那么接下来对于这个节点来讲，我们依然按流入之和等于流出之和，那就是10减12等于 I1 加上 I2， 把 I1 等于负3带到这里面来，你就可以知道 I2 等于1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把关于某一个具体节点的 KCL 进行推广。也就是说，对于一个网络来说，如果这个网络与其他的电路只有3个支路相连，这3个支路上的电流分别表征为 I1、I2 和 I3， 则我们可以将这个网络看成一个节点，写成 I1 加 I2 加 I3 等于0，这称作广义 KCL。把这个广义 KCL 应用在与外界只有2个支路相连的一个端口，那很显然，从这个接线端流入的等于从这个接线端流出的。那么在有些时候，一个网络与外界电路只有一个接线端，那么应用广义 KCL， 大家可以知道这个电流是等于0的。大家也许会发问，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个支路与外界相连呢？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后续几讲里给大家回答。